无畏曲折迷离，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相信很多人都多多少少的听过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吧？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神奇的东西，就是在飞碟坠毁地点发现的。这东西不仅磁性超强，上面居然还带着和英国的麦田怪圈同样的图案。那这块石头是军方遗漏的重要证据呢，还是一场骗局？这神奇的东西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1947年7月7日，一个不明飞行物坠毁在了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镇外的一个农场上。第二天，当地报纸宣称，空军军方寻获了坠毁的飞碟。但就在仅仅几个小时后，军方就修改了证明，改口称坠毁的只是气象气球而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其实当时有下令让军队全力搜集飞碟坠毁的所有残骸。当时所有参与搜寻的人员都被告知，这方圆几公里内每一寸土地都要检查，什么都不能留下。这整个过程呢，就这样在军队的严密监控下进行了好几个月。但是这里的土地沙化严重，地形常有改变，所以我们不禁要怀疑了，当时军方真的带走了全部的残骸吗？果然，在2004年，一位叫罗伯特·里奇的当地人就在离飞碟坠毁10英里处捡到了一块奇特的石头。这里正是在军方当年搜寻的范围之内。他当时正在沙漠中追逐着一头鹿，偶然间地上的一块石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块棕色的三角形小岩石，它的顶部有着宛如太阳和月亮的标志。奇怪的是，它并不是嵌入石块的，而是从石头中生出来的。更有意思的是，它里面还带着强烈的磁场，人们都称它为罗斯威尔岩。10几年来，里奇一直都珍藏着这块石头，因为他坚信这块石头绝非凡物。关于罗斯威尔岩，最让研究者们着迷的是它表面凸起的图案。人们发现它居然和1996年出现在英国南部的一个麦田怪圈有着一模一样的图案。著名的新闻调查记者琳达·莫尔顿豪在经过对比后发现，如图所示，左边是罗斯威尔岩，右边是1996年在英国发现的麦田怪圈。那个麦田怪圈长度达到了36.6米。当我们用电脑把2幅图重叠在一起时，就会发现这个麦田怪圈就像是把石头的图案按照比例完美的放大了一样，它们居然是完全相同的。据琳达介绍，在这个麦田圈形成的现场，还有一名飞行员和一名乘客正好经过那片土地。据报道，他们当时飞过那片土地时，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可是当他们又原路返回时，那片空旷的麦田就出现了这幅巨大的图案，前后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在资深记者琳达看来，这个符号和月球天文学有关，它们在一起反映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与空间和时间有关。他相信这是更高级的智能生物在试图教会我们人类一些东西。也有研究人员认为，这个符号展现出了太阳和月亮相等但相反的图样，让人想起了古代印度教科书中的一个概念，被称为吠陀。简单来说，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与天空中发生的事情有着直接的联系。有人就问了，这麦田怪圈出现8年后，里奇就在罗斯威尔发现了这块石头，那这块岩石会不会是有人为了博人眼球而蓄意仿造的呢？在一部关于这块罗斯威尔岩的纪录片中，调查记者乔治·祖卡洛斯和里奇为了弄清楚它是否是有人蓄意打造的，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家专门加工石头的工厂。那里的专业人士大卫介绍说，因为石头上的图案是从岩石中凸起来的，那最有可能的方法并不是用激光切割，而是用一种被称为喷砂的过程。这是一种可以用来切割设计图周围岩石的方法。大卫说，这块石头完全可以人工复制，而且并不难。
说完后，大卫试图用他们专业的手法，在一块石头上做出突出的相似的图案。在经过1小时精心制作之后，看似好像大卫做出了类似的复制品，但当研究人员把2块石头放在显微镜下做对比时，它们的不同之处就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罗斯威尔岩上的花纹有着干净的边缘，好像是用一种非常精细的刀雕刻出来的，这跟复制品有着明显的差别。在纪录片中，里奇向调查记者乔治展示了这块石头的磁性。只见他拿出一根磁铁放在罗斯威尔岩上方，这石头居然开始向逆时针的方向开始转动。更让人大开眼界的是，这块石头还能对里奇的身体能量发生反应。又有人说了，这石头会不会是某个科幻小说迷用粘土雕刻的？它会是人造的吗？当然，我仍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有人说，它看起来就像是用非常精细的工具雕刻出来的粘土。也许那个制作的人在粘土内部放置了一个磁铁，也说不定呢。接下来，研究团队找到了电气工程师多尔曼博士，因为大家想搞清楚几个问题：一，它是否真的有磁场；二，它的内部是否被人为的放置了磁铁。经过仪器的检测，研究人员发现这块石头确实在某些部位具有很强的磁性，特别是在一些边缘上，而且它的磁性是从北极出来，南极进入。乔治介绍说，目前来说全世界发现了65种磁性矿物，比如磁石。墨西哥的考古学家发现，墨西哥人早在3000多年前就把它们用作指南针了，但这罗斯威尔岩的磁性似乎都集中在了一个区域。假设是人工嵌入的话，那么这块磁铁很有可能就在磁性最强的那块区域。当研究人员提议说需要把它切开，以确认它确实是一块坚硬的岩石时，里奇坚定地说，这不行，肯定不行。那这里奇到底是做贼心虚呢，还是另有隐情呢？最后终于在节目组的劝说下，里奇同意了让研磨机来打磨一小部分，以弄清楚里面是不是同样的颜色。当科学家动手开始打磨的时候，里奇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因为在他看来，这块珍藏了10几年的石头不仅是块有趣的石头，更像是变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在打磨掉一部分后，研究人员确定，毫无疑问，这是一块天然的岩石，而且上面没有任何的涂料。经过进一步的观察，专业人士发现，这是一块密度非常高的砂岩。但是通过对比，研究人员在当地采集的各种石头后，又发现罗斯威尔岩和周围的石头格格不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块真正的石头，带有精细的雕刻，且无法轻易复制。但为什么它会有很强的磁性呢？而且它的磁性还都高度集中在一个特定的部分，我们仍然不知道具体原因。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确定这石头中是否有一些小磁铁或隐藏在岩石内部的东西。在不切开石头的情况下，要想知道里面有什么，我们就要用到 CT 核磁共振了。它能将一束 X 射线通过物体一层一层地检测它，然后通过电脑生成人们可以解读的图像。核磁共振专家在检查时对大家解释道，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岩石的内部，它看起来几乎完全是白色的，这意味着它的密度非常的大。我们看到一条灰色的线，表示石头裂缝处的密度较小，但总的来说，这东西很坚固。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这是天然的石头，而且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它是来自哪里，以及谁会选择这么坚硬的石头来雕刻复杂的图案呢？其实，关于遗落在罗斯威尔的物品当然不只有今天我们聊到的这块罗斯威尔岩。其实，著名记者琳达在10几年前去日本举行演讲会的时候，就有展示过一块在罗斯威尔发现的奇怪金属片。据说，如果给那块金属通电的话，它还会蹦跳起来。后来，新墨西哥州工业大学对这块金属片进行分析后发现，这金属片里面有着明显的铝、硅、锰还有铜的合金。之后，新墨西哥州工业大学更是分析了同位素，
还做出了有着惊人内容的报告书。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以后再说了。按研究人员的说法，就是分析的结果令人疑惑，要么就是研究室弄错了，数据不对，要么就是这个金属片根本就不是地球上的东西。如今罗斯威尔事件已经过去了70多年了，但有关他的故事依然扑朔迷离，新的证据还在不断的出现。不知道你们对今天聊到的这块石头有什么看法呢？你们觉得它是美国军方不小心遗留的证物吗？